期节目，我们向专家讨教关于发烧、鼻塞以及流鼻水的各种有趣知识。是的，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讨论流感及感冒的其他症状。听说咳嗽不是病那到底是什么？那冷咳和热咳怎么分？喝凉茶怎么喝才能起最大的作用？那流感疫苗需要每年都接种吗？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来，请坐，请坐哈。我们看从聊这个流感感冒一直不想回家哈，这个礼拜继续讨论了哈。那有人说咳嗽啊不是病嘞哈，那到底是什么呢？对啊。咳嗽其实是一种症状，这种 symptom， 它并不是个病啊，它也是身体的一个本能的反应。比如呼吸道被某东西刺激到病毒啊、灰尘之类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咳嗽这个反应，想企图排它出来了，排出来。OK， 那比如说了哈，有些人就是比较怕输了哈，一点点咳嗽啊，就要开始吃那种抑制咳嗽的，比如说药水或药啊。是，那会不会造成说你这个病的更严重，还是病程会更长？其实有这个可能性的。如果你一直吃那些很强的那种止咳的药，你不让它身体排出那个痰的话，这痰就会累积在体内。所以一般来讲呢，医生有些时候他们白天呢，我们会开一些药帮你排痰，然后晚上你需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去开一些止咳的药，让你容易安眠入睡。那么化痰的药是把这个痰溶解掉吗？其实并不是的，化痰的药主要是把那个痰变得比较稀薄一点点，让你比较容易排出来，可并不能把它溶解掉。所以还是得咳出来，还是要咳出来。那中医呢？中医有没有什么良方是可以化痰良方？中医很多的药是可以化痰的。那如果说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容易得到的比如说罗汉果薏米水，或者说一些枇杷膏，甚至白萝卜也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枇杷膏啊、薏米啊之类的，可以混着这个西药一起吃的吗？一般上你可以买得到这些川贝枇杷膏啊，或者一些饮料啊，其实是跟西药是可以同时间服用的。是可以的，可以的。所以一个很常做的方法就是白天可能你吃一些中药比如川贝枇杷膏这种不会睡觉的药，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你觉得我不要想休息，你就改吃西药，这样也是可以，也是 OK。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半夜如果你是咳嗽的话，是属于冷咳，真的吗？意思？半夜咳不停有时候晚上咳，可能它也是一个热咳，是因为它是一一个综合的，比如说我们会根据痰的颜色呢，病人有没有发烧等等这些来综合判断，不是根据时间来判断。那 BB 在晚上的时候咳嗽，有什么穴位可以按，可以帮助缓解？好 ，OK。有一些小孩子可能对这个药物的那个味道，他们不太能够接受，是，所以呢，小儿推拿对小儿的感冒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个那比较常用的第一个呢叫清肺，那这个肺经呢在我们的无名指的掌侧，在这个位置。OK。那我们通常都会从指根推到指尖，往上推，就是这样的一个推法。那推的时候最好放点润滑油，因为小孩的皮肤比较娇嫩。对，是那推的比较简单，就是用拇指这样往上搓就好了。要推几下？通常推200次左右吧。两只手需要吗？推一边就好了，一边就好了。左右手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就推一边就好了。把它推到有点热这样，发热，对，皮肤微微发红就好了。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天河水。那这个呢，如果说小孩子有点低烧，比如38度、37度9这个样子，微微的咳嗽也可以选择这个来。那它呢是在我们的前臂的这个位置，OK，是从手腕到手肘的这个位置来。对，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个样子快速的这个往后对，也是100下嘛，差不多也是100到200下。所以小朋友发烧就可以这样用这个来就可以。对，那如果说是温度比较高，比如说这个小孩子38度5、39度这个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退六腑，它的这个位置呢，在我们前臂的尺侧，它的方向呢刚好是相反的，是从手肘推到手腕的。对，这是高烧，你可以用拇指这么推，也可以用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所以也是大概推到红，推到皮肤微微发红。那有没有说几岁的小孩才需要这样做？通常6个月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到12岁，对 ，OK。那这个是小儿推拿嘛？那如果说大人呢？大人有没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对，大人其实也可以用这个的。也是可以对，就是如果说一个感冒了，可以用这个也是会有帮助。那对于比如说喉咙痛呢？对，比如说有一些人，比如感冒了就开始就是喉咙痛，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个穴位叫少商穴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拇指的桡侧，OK， 指甲根脚的旁边大约在这个位置。那可以用一个硬的东西来按压它，或者用自己的另外一只拇指去按压它，按到痛。OK。还有我有听说有一种手法叫做拍痰呐，我是没有看过啦，是有用的吗？
OK， 有些人他们无法咳出那个痰，所以可能就可以考虑用拍痰来做排出那个痰。OK， 不过我们先讲谁不适合做啦。有些人如果有骨头疏松症，脊椎的问题，或者是吃血包药，我们就不建议做拍痰。OK， 那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可以的。对，OK，你没经过对不对？没有。好，那你来。我都不用做法。可是今天我们会做的是坐着，也可以躺着做。不过今天我们示范的是坐着拍。OK， 好，可以。好，来，起身坐着。比如说我就坐着 ，OK， 然后呢？所以坐着身，你要准备一个纸巾给那个病患、可能他会咳出痰。第二点，你要有一个枕头。OK， 要有一个枕头。枕头会有。哎呀，你找我就对了，什么都给他一个枕头抱着那个枕头。我们1个礼拜没有回家，要让那个手 crisscross， 只要打开后面的骨头，然后往下移，往下移。然后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因为其实肺是有2个，这边有一个，那有一边。所以我们在拍时我们会拍其中一边。OK。然后中间是脊椎，就不要拍中间的部位哈。OK。然后最低呢就是肋骨的部位，如果你摸的时候你摸到硬的部位呢，这个就是肋骨的部位。然后手姿势很重要，手的姿势要弯着，这样弯着的，拍而不是直拍哈。OK。所以你就会从最低部拍到最高的部位，好，所以就是大概的力度是这样。然后拍完一边之后，你就去拍另外一边，全部这个过程大概是要5分钟。拍完之后呢，你就会叫那个病患坐起来，然后给一个纸巾，然后叫他准备咳那个痰出来。这就是拍痰的功法。可是刚才你拍了他的右手，没有拍左手啊，我觉得会很不平衡。OK， 你也可以示范一下。可以。哇，你这个技师的手法够。OK 了，差不多了。医生，我想问一下啊，刚才那个护理师会不会拍太大力？很敬业，很敬业，也不用那么大力啦，是吗？不用这么大，因为你这样拍的时候，的确我会感觉到那个整个里面在震动。对，是。所以如果真的是有痰哦，其实是感觉的是可以咳出来。对。但是如果这样拍，它还不会咳出来，那怎么办？那就考虑用药物还是别的方法来排痰了。不过我很好奇，中医哦有这样的一个手法，也是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把它粘在那个呼吸道上的痰给它脱落下来，就比较容易咳得出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OK， 那万一如果真的痰卡在里面排不出来，会有什么后果？是如果痰卡在那个呼吸道呢，它会阻塞那个呼吸道，那你呼吸就不是那么顺畅。久而久之也可能导致肺炎啊，就是有细菌感染。那就严重了，肺炎就很严重。哇，那不能开玩笑。没错。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中医师也会介绍一种药方五虎汤，对吗？对，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医师还有医生呢，也会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是适合跟不适合吃，好不好？我们回头见，稍见。好，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五虎汤，没错有哪些食材？是的，好的，首先是芝麻，芝麻5克，然后绿豆呢10粒，然后核桃2粒，2粒，OK， 然后茶叶呢要2克，生姜是3片，这是1人份了。是 OK， 把这个所有的材料放到适量的水里，然后煮开，大约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OK。所以它这个的功效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治疗感冒，不管你分寒热还是虚的，这些都可以用。对像绿豆和绿茶呢，就有很好的清热的功效。是芝麻和核桃呢，就有补虚的功效，就是辅助人体的正气。那姜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祛风散寒的一个食材。香哦！哇，很猛哎，这个是。那如果是给小孩子喝，要不要拿掉那个绿茶？其实在这里绿茶的功效是挺重要的。它是苦凉的嘛。它可以对抗那个生姜的温燥。那拿到了反倒是不对。那如果说怕小孩子味道不太好不能喝，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尽量不要拿掉。OK， 那关于这绿茶有什么要补充吗？如果是很小的小孩，比如2岁以下，我们不大建议喝绿茶。不过比较大的小孩，如果少量的绿茶是 OK 的。OK。那医生还有那些成药，好像葛根汤啊、银翘散有用的吧？有用，这2个是治疗感冒的非常出名的药方了。一个针对寒的感冒，一个针对热的感冒。对，那当然还有很常听到的什么凉茶啦，什么夏枯草啦、菊花好像说什么每个礼拜喝1瓶，能够预防感冒之类的，是真的有效吗？凉茶嘛，顾名思义，它是凉的。对，那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除人体多余的热气。是，但如果这个人没有热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喝凉茶，可能反倒会让你更容易生病。因为让身体里的这种不平衡更加的不平衡。OK， 好。听说网上有盛传一个偏方，好像是苹果、大蒜跟洋葱，就简称 AGO。是。这对小孩子有用吗？
很多时候可能它真的是有效，或者至少在某一些人身上是有用的。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呢，其实洋葱呢是一个中药，它有很好的祛风的功效。祛风对，所以感冒我们说是伤风嘛，我相信这个是可以试一下。医生，我还听过另外一种，就是盐和这个 orange 一起蒸起来是能够缓和我们咳嗽是吧？对，这个临床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反馈，就是说吃了非常有效。是，对，所以可以试。它是说弄成汁吗？还是说吃整颗？用来蒸啊？对，他们蒸那个层，然后再吃。还有一些也是讲用梨来炖汤。梨有听过，对。对 OK，那其实最近有听说有一种叫做虎乳汁啊，听能够缓解咳嗽啊。是有这个说法吗？有虎乳汁的另外一个名称叫虎乳灵芝。OK 对，它和灵芝是同一种菌类的。可是虎乳汁的主要的功效，它一个就是止咳平喘，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健脾祛湿。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扶正，就是提升抵抗力。OK， 那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说如果说是病情导致没有胃口的话，对，1、2天没有吃那个固体食物是 OK 的吗？其实这是 OK 的。有些时候我们生病发高烧时，我们的胃口并不好，并不想吃固体食物。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主要是补充水分还有营养，所以我们是可以改用一些比较甜的水，比如蜜糖水啊、椰子水啊之类的液体的。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改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啊，比如可以喝粥啊，或者是汤类。那我也听说有一种叫葡萄糖，它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葡萄糖主要是18世纪的时候呢，科学家从葡萄干 raisin 里面提炼出葡萄糖，所以它就顾名思义叫做葡萄糖，传下这个名字。它基本上是糖水来的，所以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你胃口不好啊，你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葡萄水、糖水来补充你的水分和养分。OK。那听说感冒跟流感最佳的饮食是鸡汤，是真的吗？鸡汤其实是个很高养分的一个汤类，因为它吸收了那个鸡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养分。不过它不一定是最佳的食物，你可以喝鱼汤啊或猪肉汤也是可以的。汤就可以了。对，可是呢，我比较注重的就是你生病时你不要吃什么东西啦，比如煎炸的食物啊、酒精啊、咖啡这种会刺激喉咙、会刺激你身体的食物，就尽量是避开会比较好，吃清淡一点。对。不过李医师，我听说如果咳嗽的话，千万不要吃鸡肉啊、鸡蛋啊，还有芒果。对，我有听过嘞。没有，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不能吃鸡肉？对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其实对了，确实是经常有人反馈有这个，就是感冒咳嗽了以后吃了一个鸡，然后好像加重了。可是也有的就是说没事。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吧，看个人。对，看个人。芒果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就是它是敏感，所以说肝易生痰，太甜的也是容易生痰。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有痰的话，是不是尽量甜的食物不要吃太多，因为会生痰？那倒是真的。是，对。OK。那还有现在很多人流行买那个空气净化器，没错 ，purifier。对，然后就说可以杀什么感冒病毒跟流感病毒，是真的吗？空气净化是有不同的等级和功效，所以你在选一个空气净化器，你要主要看2点，一就是它的功能。如果它是医疗的功能，就是我们讲 HEPA filter， 它是能够排出很多很小的这些颗粒，比如病毒啦、细菌啊、灰尘之类，所以它就会净化空气。可是呢，它只能净化某一个地方的空气，所以就是你的房间。所以如果你要它有效的话，你是要紧闭窗门的。不过这不大实用，一旦你开门的时候，那个空气净化器的亮度就会掉。可是这个空气净化器就是说还某种程度是有效，不过是在某个空间啦。对，所以你要看那个机器它能够涵盖你的房间。如果你房间很大，那个机器的涵盖率很小，就要买2个，无法做到。所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打开窗门让通风，普通的通风就能够是最直接的、最直接又最省钱的方法。OK 了，我们言归正传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流感跟感冒它的治疗方式哪一些？没错。所以一般感冒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药吃，我们只要是开药来直接要缓解那个症状，比如退烧药、流鼻涕药、咳嗽药呢。可是流感就不同，流感其实有特制的流感药比如市面不见看到就是 Tamiflu。那谁需要吃呢？主要是你的症状要早，你要在前72小时吃，这样它的药才有效。第二呢，高风险人群，比如小孩子啦、老人啦、孕妇，就可能要考虑使用这种药物来减低你的风险哦。是不是最重要还是靠自身免疫系统？对，自身免疫非常重要，所以一般的人其实是不需要服用特别的药，他们本身的免疫力就能够清除够强的啦。对，那在
吃药方面啊，老实说，病人有什么自主权吗？就是对于什么样症状有什么东西可以处理吗？是可以的。所以病人在看医生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自主权。比如喉咙痛，现在有很多有喉片啊，有漱口水啊，有喷口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对，没错。然后有些药呢，我们有时候分会睡觉和不会睡觉，你可以选择这个选择。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也可以在药源还是药水，因为现在咳嗽药也有药源药水，你可以选择很多。不过真的自主权很重要，你要必须了解自己比较适合哪一种。因为像我本身，喉咙痛的话，我很适合喷喉咙的。对我来说啦，它比较精准哇。对啊。所以你说自主权嘛，那如果说我去看医生，我跟他讲我不要拿药，你给我 MC， 我要休息，是可以的吗？可以啊，真的可以的。因为有些时候其实你可能家里还剩下一些药，不要浪费，你可以再用回这些药。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休息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所以我们给你病假就是要你休息，让你尽快康复。不过你说到家里有些药可以再吃哈，一般上可以摆多久啊？药源一般上比较久，可以收几年。那药水呢，一旦你打开之后呢，我们是建议你放在冰橱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保持它的温度。然后一般来讲，一开了之后只能收大概6个月而已，半年。那我想问一下，那每一次生病，如果说都一直在吃药的话，这对免疫力跟抗毒的那个有没有力哈 ？OK，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感冒药，比如退烧药这种，其实是不会让你产生抗体。不过如果你生病，你乱吃抗生素，你吃的太多次的话，以后可能抗生素不会这么有效。OK， 好，了解。那如果想要知道呢接种流感疫苗的知识啊，继续锁定我们节目哦。好，稍后见。OK， 那刚才我们聊的是一个西医的治疗法哈，那中医的治疗方式又有哪一些？OK， 第一个就是口服中药。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这些症状呢，来判断他是感染了哪些邪气同时呢，根据他的脉象啊、舌象来判断他身体的情况。根据这2个情况呢，给他一些药物来治疗。那除了口服呢，也可以选择针灸。针灸也是不错，特别是对于一些感冒初期，比如说鼻塞啦、头痛啊，甚至咳嗽往往是可以立竿见影。OK， 那这2个以外呢，还可以有一些理疗的，比如说推拿、拔罐或者刮痧。是通过这种刺激呢，通常可以增强人体的正气，增加它的驱除邪气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低烧的这些情况，它也可以就是能够退烧、散热。是那流感疫苗是不是每年都要接种？最好是每年都接种了。然后流感疫苗呢，其实是有分2剂的啦，就是我们讲年中的那一剂，还有年底的那一剂。Northern Hemisphere 和 Southern Hemisphere。那主要是看呢这2剂的那个成分有没有很巨大的改变因为里面其实是有4种病毒，就是2个 A 型和2个 B 型。然后有些时候呢，2剂的差别不大，那你就是接种1年接种1剂就够。有些时候2剂它的改变成分的改变相当大，所以你就可能需要每1年接种2次。OK， 那是不是说年长者比较鼓励每年都会打这个流感的疫苗？尤其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我们会建议每年注射1次的那个流感疫苗。每年需要注射，是因为说它的有效期吗？还是说会一直有新的病毒，还是什么意思 ？OK， 主要就是有效期和病毒，就是每一个冬季时期那个病毒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病毒，所以之前那个流感针可能不能保护到你，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建议你注射比较新的那个流感疫苗来保护你这一季。所以一般来讲，一个流感疫苗它平均的保护力大概是6个月到12个月。而且我听说因为那个新冠疫情的关系，有一种病毒就没有了，是？对，因为我们大家都戴口罩，也没有出国啊，所以其中一个 B 型的那个流感病毒，其实它已经在2020年已经绝迹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看到，所以以后的流感病毒可能就不会有2个 A 2个 B， 只需要2个 A 和1个 B 就够了。1个 B， 哇，原来戴口罩也可以把病毒干掉，可以的。哇，一般上如果说要接种啦，几月比较适合？对，如果你是讲年底的话，9月到11月是最好注射的时间，然后如果是年中的那个呢，大概4月5月是最好接种疫苗的时候。OK， 那通大哥，你有在打这个疫苗？是，我大概10多年前开始就已经每年打疫苗了。尤其是这几年65岁以后呢，我的家庭医生呢都会定期，你不打他都会打电话告诉你，他就会提醒你有 discount 了。我跟你讲有 offer 嘛，因为他有那个卡嘛，对不对？对，65岁以后呢，18块1次。要保护自己，对，要出国最好是打一下。是。那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嘛？那怎么知道哪个是最流行的？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它会在100多个成员国家采集样本，然后进行分析，它就能预测到下个季度哪一个流感病毒会就是主流的病毒。这时候它就跟厂商讲，然后厂商就及时会做出最新的流感疫苗批发给大家，然后医生就可以给病人注射。OK， 是，但是注射这个流感疫苗啊，不是说你马上注射它就有这个效果，要等到1-2个礼拜是吧？对，所以一般来讲呢，当我们注射个疫苗，那身体需要吸收那个疫苗，也需要时间产生那个抗体，所以这个时间是1到2个礼拜。可是呢，有些时候，因为你经常注射流感疫苗，而且流感疫苗也没有完全改变，所以当你在注射新一剂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比较短的时间就能产生足够的抗体了。好，明白明白。那其实接种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还是不适啊？一般来讲，流感疫苗是非常安全。不过大概呢，1%人就是100个人，我们注射1个人可能会轻微的发烧或觉得发热。是。然后100个人呢，3到5个人可能会注射的部位有红肿。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在注射疫苗时都会用哪个手写字，然后我们去注射另外一个部位。哦。如果万一红肿，不用担心，只要放点冰块，它自己会退红退肿。整体来说安全了，影响不大啦，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不大。好，那问很实际的问题哈，这个还是要问一下哈，这个流感疫苗到底要多少钱？OK， 一般来讲，如果你去私人诊所，那个价位是大概45到65元这个价位啦。不过呢，尤其现在我们有健康 SG， 我们讲 Healthy SG Plan， 只要你去你指定的健康 SG 诊所，你有符合那个条例，比如65岁以上啦、孕妇啦、那小孩啦，那些有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其实你是不用付费的，那是全部由 Healthy SG 去涵盖这个流感疫苗。OK， 那如果说流感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会致命吗？OK， 有些人可能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弱啊，比如年长人士啊，他们会导致一些并发症，我们讲的 complication 哦，比如他会到心脏去导致心肌炎，你是到耳朵就导致耳炎，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并发症。好，那今天我们真的聊了很多哈，也感谢这个中西医跟我们分享哈。那关于呢这2集呢，对于这个流感跟感冒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都浓缩在这个图表上面了哈。是，所以不妨呢这个观众朋友现在可以做一个截图啊，随时都可以参考。对，那么话说回来了，不管是这个流感或者是感冒啊，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不舒服的啦。没错，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啊，不舒服就是要多休息嘛，对不对？然后平时就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管住自己的嘴啊，饮食要节制，那也要迈开腿。为什么啊？要运动啊！对，最重要的是运动，你才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嘛。说得好。所以在这里呢，真是要谢谢我们的黄医生，还有李医师，谢谢2位，好，谢谢洪仁大哥，还有佳琪，谢谢哦。是的。好，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课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